严开老师你好，感谢接受采访。首先聊一下你玩这个游戏多久了？是玩玩的话，其实我接触的挺早的，因为之前有朋友在玩嘛，但是我就因为对这种大逃杀类游戏不咋感兴趣，所以就没咋玩过。后来真正开始玩，应该是一年前，一年前，然后加起来大概有1年多了。如果真正是在玩的话。那么相对来说，你最喜欢的英雄是哪个呢？哪个英雄玩的最多呢？最喜欢的应该是宁红叶，因为当时我想想，当时就是看《永劫无间》这个游戏，当时看板娘就是宁红叶嘛，然后就觉得那个什么，那算是蒙眼睛吧，蒙眼睛，我就想当时这是个盲女嘛，而且她还是用剑的，还挺稀奇，所以当时就进了这个游戏，但是后来发现不是眼睛瞎。接触下嗯，来，因为我了解过她的背景故事嘛，所以还是挺喜欢她的。那你现在还是宁红叶玩的最多吗？现在其实不是，如果是3排的话，可能令狐也玩的挺多的，但是我现在单排玩的比较多嘛，所以单排的话是崔三娘玩的比较多。啊，玩那个 F3对对对。手机。所以你在游玩的过程中，单排和三排的体验有什么区别吗？3排和单排的体验，我觉得《永劫无间》这个游戏就挺有意思的，因为其他游戏可能在一个游戏里嘛，几排可能都没什么所谓，都是一种模式，但是《永劫无间》不一样，就是它单排、双排以及3排，它可以算是3种游戏，所以玩下来3排，需要靠意识，就是怎么和队友配合呀，然后这个招式大招该怎么灵活运用。它这个比较重要。但是单排不一样，单排就是完全靠博弈，靠自己的那种技术吧，就这种感觉。因为你说到之前接触大逃杀游戏的经验并不多，那么《永劫无间》在哪些方面做的比较优秀，才吸引了你去游玩呢？做的比较好的。因为大逃杀游戏确实玩的不多，但是也了解一点点啊，因为了解过一点它的发展史和市面上比较热门儿的一些大逃杀游戏吧。嗯然后其实之前是尝试过，比如说CS:GO 啊，然后 PUBG、猎杀之类的，但是我发现我玩这类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完全是因为我会不会晕，就是我有点晕3D，我有点晕三 D。然后后来玩《永劫无间》的时候，发现我居然不会晕这个游戏，所以后来就是玩下去了。嗯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永劫无间》一个很大的特点，因为它是中国式武侠的背景嘛，然嗯，后而且它主要是以冷兵器为主要武器，所以你看，就是平时的大逃杀游戏基本上都是枪战的。我对那些不太感兴趣，所以冷兵器算是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独特之处吧。对，我也是枪法超级码，之前有尝试过入坑 Apex，但是打不中人，就没有怎么继续玩下去了。那么就以《永劫无间》为例，你觉得这类大逃杀游戏在游玩的过程中，什么方面，就哪些地方最具挑战性呢？我觉得《永对对，劫无间》，因为它要是比较抽象的说，就是一种剪刀石头布的这种过程嘛，嗯剪刀石头布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玩这个游戏它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我单排遇上博弈，我到底是该出剪刀还是出布？这个对嗯，我来说就是最大挑战。反正就是总结一下心理战呗，就是心理战。对对。你认为这类游戏的电竞化程度高吗？你平时会不会去看比赛？有时候会看，有时候会看。嗯，如果是按照说就拿永劫无间来说吧，它在电子领域，我是觉得就近几年来看嘛，赛事肯定是越来越多了，甚至如果放在那种折线统计图上面的话，都是一种爆炸式的上升。所以，嗯如果他说他以后可能会不会变成一种主流，我觉得应该是会的，而且很大嗯，可能会变成主流。是的，是的。
但是这种游戏它也有自身类型的局限吧，比如说它对电脑配置的要求可能就比较高，所以受众覆盖面就达不到手游那种程度。自从2015年 H1Z1 为游戏增加了大逃杀模式，和2017年 PUBG 发售以后，大逃杀类型游戏才算是走入主流大众视野。那么与你过往的游戏经历相比，《永劫无间》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独特的体验？因为我之前在没有玩《永劫无间》之前，我算是单机游戏爱好者，就是那种不怎么和其他人一起玩游戏的，所以，嗯这种少有的去接触这种大逃杀游戏，怎么说都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体验。嗯首先就是那种这类竞技类游戏嘛，这也算竞技类游戏。这类游戏反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玩起来会比较紧张，会比较刺激啊。嗯因为上一次感觉心脏砰砰乱跳还是和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但永劫无间不一样，几个回合就已经能心脏砰砰乱跳了，所以这个方面还是挺突出的。然嗯后其次那个方面就是它的外挂让我印象很深刻，太深刻了。嗯就是说，虽然理解嘛，大家都想吃个鸡永争第一，但是有些时候这种上天入地就有点太抽象了。嗯就这两方面，给我印象嗯，太深了。是的，以及有每一局游戏，它就玩家面对的情况都是相对来说未知的，这也是一种大逃杀游戏的独特魅力吧。现在市面上的大逃杀游戏品类众多，竞争也是相当激烈了。你觉得这类游戏未来它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哦，我觉得反正按照目前观察的一种局势吧，就是能发现近几年推出的大逃杀游戏非常多，就包括手游嘛。所以从游戏市场来看，应该是确实是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了。而且大逃杀类游戏，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枪战，很传统的枪战。所以，怎么推陈出新，估计就是制作组接下来一个比较要费心的点了。但是嗯《永劫无间》的话，近几年发现优化方面虽然有点问题吧，但是在核心上能够把中国的一种武侠的文化和大逃杀相结合，还是挺好的。就是相当于把中国的侠这个文化传播到各个地方去了，挺好的。是的，大逃杀游戏的一个趋势就是各个游戏通过自家的微创新来寻找自己的特色市场。比如说《堡垒之夜》，它就是采用了美式的漫画风格；它 Apex 呢，则相对拥有对于休闲玩家比较友好的游戏机制。那《永劫无间》呢，就是将中国武侠文化和大逃杀游戏类型结合到一起，也为国外的玩家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冷兵器文化的机会。其实我整体来说，我感觉市场是真的已经很饱和了，感觉已经是要在就是需要下一个游戏类型来那个吸嗯，引新的来开玩家。拓新市场。对对真的真的很需要。对哎，大逃杀，而且全是枪战，我感觉枪战它必须得有突出的地方，才能真的保持它的一个地位吧，不然肯对。定挺早就会下去了。比如说，IPEX 就是在护甲和武器系统这方面采取了很多创新性的改变。这些新的机制，它一方面让人眼前一亮，但同时它也保证了休闲玩家的游戏体验。嗯，确对实，就对有些游戏如果门槛太高，确实不太容易保持住它的热度。门对，槛太高，只能吸引一部分人，毕是的，竟它游戏是大众的嘛，大众的它就不能只吸引一部分。对对对，它还是休闲玩家其实是占多数的。那么本次采访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严开老师抽时间接受采访。